从花瓶到工兵，一条新闻背后一个时代的咔嗒声。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今天刷手机看到一条新闻，标题很普通，优里奇机器人登上人民日报，但副标题的几个字一下子就抓住了我。从被看见到被需要，就是这几个字让我觉得这事儿不简单。它不像是一个企业单纯的公关稿，更像是一个时代齿轮向前转动时发出的那声清脆的咔嗒声。我们得先明白人民日报的分量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媒体平台，能在这里被正面深入报道，尤其是在科技创新这个领域，基本等同于国家给你盖了个官方认证的戳。这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，机器人，尤其是工业机器人，已经不再是那个停留在概念和展会上的未来科技了，它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制造业战略的关键环节。这不再是一家公司的自卖自夸，而是整个国家产业升级蓝图中的一枚重要棋子。它告诉所有人，这条路走对了，这件事儿很重要。所以当优里奇登上这份报纸时，它代表的就不只是自己，而是它背后千千万万正在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实体企业。这可以说是一枚清晰的风向标，指明了未来工业发展的方向，从被看见到被需要，这是一场价值的回归。现在我们来仔细品品被看见和被需要这两个词儿，我觉得这简直是对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最精辟的概念。几年前我们是怎么看见机器人的？大多是在科技展上看着他们跳舞、后空翻、冲咖啡，他们很酷很炫，像个科技圈里的明星，负责吸引眼球，赢得满堂喝彩。但喝彩过后呢，也就完了。那个阶段，机器人更多的是一个供人观赏的花瓶，它在证明我们有这个技术，但离真正的生产力还差很远。而被需要是什么状态呢？是优里奇的机器人默默无闻地钻进汽车底盘，拧上普通工人一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螺丝，是在熄了灯的黑灯工厂里24小时不知疲倦地搬运货物，是在环境嘈杂、对人体有一定损耗的生产线上精准地执行每一个指令。它不再追求酷炫的舞姿，而是追求极致的稳定和效率。它不再是舞台上的明星，而是工厂里不可或缺的工兵。当一家工厂的老板说没这东西不行，成本降不下来，订单交不出去的时候，机器人就完成了从被看见到被需要的蜕变。这才是一项技术真正落地、真正创造价值的根本标志。它不再需要表演，因为它本身就是生产力。聊到这儿，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：机器人这么能干，活都让它干了，我们人怎么办呢？这不是在抢我们的饭碗吗？这个焦虑真实且普遍。但我想，我们或许可以换个角度看，机器人抢走的更多是那些高重复性、高强度甚至高危险性的旧饭碗。说句心里话，那些岗位本身就在磨灭人的创造性和热情，而当这些旧饭碗被取代时，一系列围绕着机器人的新饭碗正在被创造出来。谁来设计和制造这些更聪明的机器人？谁来为他们编写和优化程序？谁来负责他们的安装、调试和日常维护？当一个工厂布满了机器人，谁来作为指挥官，规划整个生产流程，处理各种突发异常？这些都是留给人的新岗位。它要求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执行者，而是一个思考者，一个管理者，一个创造者。这在本质上是一次社会分工的整体升级。就像拖拉机取代了耕牛，它并没有让所有农民失业，反而催生了拖拉机手、修理工，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。所以优里奇登上人民日报这条新闻，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，最大的启示或许在于，一个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的时代已经不可逆转地到来了。重要的不是恐慌自己的饭碗会不会被抢走，而是思考如何学习新技能，让自己端上一个在这个时代专属的新饭碗。这股浪潮我们无法阻挡，唯有主动去学习如何驾驭它。